中国制造的装甲车进入乌克兰战场，这种情况难以避免，不必大惊小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这几天，随着乌克兰军队大反攻的展开，普京亲自坐镇通报交战情况，乌军损失惨重的画面让西方揪心，预示着乌克兰战场迎来了又一次大变局。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俄罗斯的地方武装车臣部队发布了一段宣布派遣新一批精锐部队前往乌克兰参战的视频，而在这段视频中出现了中国民企生产的虎式装甲车。因为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不向双方的军队出口武器是一个大原则，而且是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选择。所以卡杜罗夫亲自试驾中国的虎式装甲车，并高调赞赏其性能，让很多中国网友感到不理解，甚至还刺激了欧洲国家某些反华分子的神经。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虎式装甲车并不是一种军用车辆，而是警用车。虎式装甲车的确在乌克兰战场上有大用处，因为它能够抵御 7.62 毫米子弹的攻击，表现出较强的防御能力，又拥有强大的机动能力和越野能力，特别适合车臣武装在俄罗斯境内执行反恐任务。当前，由俄罗斯公民组成的叛军正在别尔哥罗德地区进行破坏活动。面对这种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俄罗斯正规军应对起来几乎就是疲于奔命，反而是轮式装甲车能够快速抵达，并执行对叛军的打击任务。基于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中立地位，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件事的发生不符合中国利益，仍然值得我们警惕。但有2点需要看到：首先，警民两用车辆从本质上看不属于军事装备，但是其敏感性要远远超过商用无人机。如果车臣武装将这些车辆投入乌克兰战场，那么很明显就超出了我们出口这款车辆的初衷。当然，如果仅用于在俄罗斯境内执行反恐任务，那么西方就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第二，这款警用装甲车是通过什么渠道引进的，是什么时候引进的，必须明确。对此呢，我们必须声明这一点：虎式装甲车从来就不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在国内主要配备给武警，属于警用车辆。自2012年首次亮相以来，以物美价廉著称。他们主要出口给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销往了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几十个国家。车臣武装部队所展示的8辆虎式装甲车都明显带有使用过的痕迹。那么它说明2点：第一，虎式装甲车可能是若干年前从中国进口的，现在被车臣武装投入到了战场。第二种可能是车臣武装从国际市场上买的二手货，而不是直接由中国进口的。当然，不管这些车辆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的，什么时候得到的，都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因为中国有必要严格限制这类装备的使用范围，在俄乌冲突中严格保持中立，才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对此，西方国家及其媒体没必要大惊小怪。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